郎世宁为何不帮皇上复原画像？这幅画是从你手里交出去的，证明你复原，而且要复原的和从前分毫不差。皇上，臣做不到。我们都知道，以郎世宁高超的画术，肯定是可以修复，只是郎世宁不想修复而已。那为何郎世宁不帮扎扎龙修复画像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郎世宁是如意馆的画师，他主要就是负责扎扎龙、太后和皇后的画像，其他的嫔妃大多没有被画的资格。而郎世宁也可以说是如意和扎龙感情的见证者。就在帮扎扎龙和富察皇后画合画时，那时的如意很羡慕富察皇后能与扎龙在同一张画像上，于是如意便去如意馆看郎世宁画画。郎世宁看如意来了，还这样告诉他：如果没有情了，男子可以离开已经不爱的妻子，女子也可以离开不爱的丈夫。哦，这叫合理，好聚好散。在大清民间可以，公主可以，可是嫔妃们不可以。这估计是如意听到过的最大胆的说法吧。可此时的如意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最后却是这样做的。之后，扎扎龙为了哄如意开心，特意画了如意的小像，而如意也画了一幅扎扎龙的小像。于是扎扎龙就这样表示：这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如意听扎扎龙这样说，很是高兴的。而这时的郎世宁便是如意和扎扎龙感情最纯粹时的见证者。就在之后不久，如意被关入冷宫，扎扎龙思念如意时，就会拿出与如意的小像来看看。这时的扎扎龙和如意心里都惦念着对方，所以尽管不能见面，但是两人的心里最在意的还是对方。而就在如意当上继后之后，如意终于可以和扎龙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了。同样的，如意也可以和扎扎龙一同入画。郎世宁仔细为扎龙和如意勾画着美好的瞬间。这时的扎龙怕如意手凉，还特意地握了握如意的手。郎世宁看到这一幕，就告诉扎扎龙：皇上，你跟皇后娘娘握着手的姿势非常好。扎龙听完后很是得意，还这样表示：那你就画下来，看朕与皇后如何执手相看两不厌。扎龙这话说的可真好听啊，这郎世宁都被扎龙和如意喂足了狗粮吧。一旁的李煜也是满怀祝福的看着扎扎龙和如意。如意和扎龙画合画的这儿，也是他们的感情最浓烈的时候。郎世宁不仅是见证者，更是那个记录者，但如意觉得这有点不合规矩，于是扎扎龙便安慰如意：是不合规矩，但和朕有你的心意。这一幅画也是如意和扎扎龙俩人心意相通时的写照。可扎扎龙和如意的感情就在这不久之后便急转直下。如果扎扎龙和如意的感情能够定格在此刻就好了，可惜没有如果呀。之后韩香见的出现，更是让如意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懂扎扎龙了。而扎龙为了讨韩香见的开心，不仅为他盖了宝月楼，还在宝月楼的对面建了一座祈福寺，并且扎龙还穿着韩部的服饰出来见人。扎龙为韩香见做的这一切都被如意看在眼里。如意觉得自己越发的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了，但扎扎龙还想着如意能够理解自己。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意，你能明白朕吗？扎扎龙完全只顾自己，一点也不在乎如意的感受。而就在如意从宝月楼出来时，碰到了郎世宁，于是郎世宁便告诉如意：皇上，明臣来此为皇上和荣贵人同入画像。如意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初自己那么羡慕的东西，现在扎龙大手一挥就给了身为贵人的韩香见。而郎世宁同样也是扎扎龙和如意感情破裂的见证者。如意面对扎龙的此举，也只能用眼泪来排解。而如意的这一颗真心就这样被扎扎龙彻底的击碎了吧。之后不久，如意用断发来表明对扎扎龙单方面的和离。而就在如意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，如意向郎世宁要了那幅画。郎大人知道娘娘要，就让奴婢拿回来了。只见如意拿起剪刀把画给毁了，而且如意还把自己的那半边画给烧了。对于如意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。就在如意死后，扎扎龙便拿着残画来找郎世宁，想让他复原如初。郎世宁看着那幅破损的画像，自然知道是如意干的。
因为是如意找他要的这个画，而郎世宁可能是最了解如意为何把画毁掉的人吧。如意这样做就是想告诉扎龙，既然是你先不要这段感情的，那我就也没有执着的必要了。而且这个画扎龙和富察皇后有，和韩香见也有，如意自然是不稀罕的。只见郎世宁是这样提醒扎龙的：皇上还记得臣给您和皇后画这幅画时的情形吗？皇上与皇后眼睛里都是彼此，自然而然地握了手。皇后说这样不合规矩，但皇上说是不合规矩，可是合皇上和皇后的心意。郎世宁比扎龙还清楚，如意和他的情谊早已烟消云散，剩下的也就只有执念了。紧接着，郎世宁还这样告诉扎龙：不是朕不想画，而是朕再也画不出了。别是勉强画了，我也不可能再复原如初了，请皇上原谅。郎世宁不想帮扎龙画，是因为他觉得感情不在了，就算画得再像，又能如何呢？那样的画画出来只会让人觉得空虚和寂寞罢了。而且郎世宁也知道，这只是扎龙的执念而已。扎龙以为只要画修复好了，那他和如意的感情就能像这幅画一样被修复。可扎龙这样做不过是在欺骗自己。郎世宁不帮扎龙复原画像，一是他知道如意想要告别过往，放下一切，郎世宁想要成全如意；二是郎世宁很明白，这只不过是扎龙的执念罢了。他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不想为扎龙的执念买单。还有就是他是扎龙和如意这段感情的见证者，在郎世宁看来，感情没了，两人自然就可以分开了，这是郎世宁的感情观。郎世宁此举也是为了不违背自己所遵从的爱情观念。扎龙听完郎世宁说的后就走了。之后扎龙到了城墙上，回忆着和如意的过往。虽然往事还历历在目，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不过这一切都是扎龙的咎由自取罢了。总的来说，郎世宁不帮扎龙修复画像，是对如意的尊重，同时这也反映了郎世宁自己的爱情观念。